春天来了，卡加利的春雨也变多了。以天气多变化著称的卡加利市，一天之内可以从早上的晴天到下午下雨，直到晚上可能下雪的情况。这就好像移民的心路历程一样，从刚开始兴高采烈的晴天，到面对现实的种种困难，心里开始下雨，时间久了，心变冷了，甚至内心飘起雪来。一个平凡人的移民故事可能带给人们一些希望，但是想从原本生活的舒适圈出走到完全陌生的国度，除了勇气之外，更需要准备。当然，计划赶不上变化，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在移民的生活中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在加拿大一共住过2个地方，温哥华和卡加利。现在就带着大家乘坐时光机器，回溯我的移民生活吧。首先谈谈移民前的准备。第一，学好英文，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虽然加拿大是英法双语国家，但是对我而言，当然还是从小开始学习的英文胜过只学过3个月的法语能力。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就能够开口说英文，所以一到加拿大，我就可以马上到移民中心咨询，并很快工作赚钱。英文能力是新移民能够在进修专业或者找到更高薪资工作以及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因素，所以想移民的人最好在来加拿大以前打好自己的英文基础。第二，搜寻适合自己居住的城市资讯。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是在温哥华报到的，虽然曾经来这里旅游过，但没有认真的收集当地住房、工作等情报，只是办了枫叶卡就又回台湾工作了。在第2次回到加拿大常住以前，我才认真的在网络上搜寻适合自己居住的城市资讯，最后发现以当时的财力状况，好像卡加利这个城市更适合找工作。于是第2次回加拿大的时候，我立刻到卡加利定居，因为这次做了知识和思想的准备，很快就安居下来。第3，准备钱和移民物品的运送。在拿到移民纸，也就是 landing paper 之后，加拿大政府会允许新移民运送一定金额的物品到加拿大，在这个范围内给予免税通关。我当时就很傻，花了不少钱，把很重的中文书籍和照片本透过台湾邮局海运到加拿大，不但浪费运费，也浪费时间。这些东西足足在海上漂了4个月才寄到我住的地方，同时这些寄达的东西早已残破不堪。现在想想，当初倒不如把这些运费带到加拿大，直接买新的就算了。再来谈谈移民的好好坏坏。移民这条路就像是心电图，一直上上下下，弯弯曲曲的，甚至到现在都是循环不停。对于新移民来说，基本上刚来加拿大的前5年，大多数的人都是兢兢业业的学习新技能，找工作。刚开始移民生活的好处是，人的想法简单，就是要求生存，所以心无旁骛。至于坏处呢，可能就是觉得很孤单，生活不方便，想念台湾的食物，非常便利的便利商店，还有亲朋好友。好了，移民超过5年之后，可能也买了车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住所，有一些新朋友，可以享受加拿大的好山好水了，比较不无聊。但是越融入这个新的社会，越能感受到它潜在的种族歧视。虽然相较于英国或美国来说，加拿大已经算是种族和性别平权的国家，但难免的还是有少数工作潜规则，对于华人有歧视的现象。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因为英文口语能力不如土生土长的同事，明明自己做的比较多，但是其他同事却在长官面前邀功。有些白人经理不明说，但摆明的就是有优越感。当然，在自己的英文和工作能力变强之后，慢慢的就可以和他们抗衡了。在移民的5年之后，有时候的生活觉得更无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找到工作、买了车、生活稳定以后，原本前进的动力没有了。当地玩的地方也去遍了，又开始想台湾了。因为不是在加拿大长大的人，很多同学朋友都还在台湾，要跟他们叙旧的时候，还要计算日夜颠倒的时差。至于在加拿大的新朋友，多半都是有家庭的，加上自己的工作轮班性质，常常凑不到一块儿。难怪以前就听说，移民的第一代是最辛苦的，除了要在新的国度混口饭吃以外，也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圈。在进入移民的第10年之后，生活中又有了新的体会。拜数位科技之赐，天涯若比邻的，可以在网络上悠游自在交友谈心，也因为有了经济基础，并且了解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不再像以前拼命三娘一样的工作，开始懂得去旅游，和当地的朋友出去喝咖啡聊是非，或者是在家里面发呆。加上年纪渐长，工作关系以及近1年多来的新冠疫情影响，使得我更看透了生死，人生目标又有新的转变，就是活在当下，一有机会就到附近的公园或山里面走走。以前年轻时的自尊心都慢慢的放下。此外，以前一直觉得要存很多钱才有安全感，现在因为在加拿大，又因为在长照机构工作很多年，加上更了解加拿大的退休制度之后，就觉得自己必须把握时间，多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所以减少了工作量，多留时间让自己独处。我移民加拿大超过13年，现在也不觉得身边的好坏事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除非是影响身体健康或者伤天害理的事，否则都可以处之泰然。如果真的要说个坏事儿的话，那就是自己的企图心减弱了许多，现在只求健康平安的过日子，那就善哉善哉了。在移民这些年来，看到一些朋友回流台湾，然后又再回来加拿大退休，有些人则是为了小孩的教育移民加拿大，在小孩长大之后办理非税务居民身份离开了加拿大。总之，到底住在哪儿才是最好的呢？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尺，我这样移民到底对不对，也只有自己心里才明白。所谓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我支持大家努力追梦，并祝福你的梦想可以成真。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